大家好，如果你以为政坛退休就等于退场，那你可能还没见过这一位超标外公，一位曾经翻云覆雨的老江湖，居然在家里对准孙媳一见倾心，还不是因为他打怪打得帅气。而且你以为这是爱情故事，不，其实是一场商业斗争、亲情角力跟旧时代权力残影的交汇。这名女汉子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招式，让原本愤愤不平的外公态度180度大转弯？这其中的关键不只是人设对撞这么简单，究竟他征服的是男人，还是一段历史的阴影？今天阿峰就带大家一探这背后的真相。别急着跳过，结局绝对让你大呼这也太神了。先说说这位传说中的准外孙媳妇蔡佩如，她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大家闺秀，更不是靠外貌征服众人的女神系女主。她是谁？她是蔡佩如，一出手就手撕对手，不怕硬干的女汉子代表。她的个性直来直去，语气一针见血，说难听点是没大没小，说好听点是有话直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成为了黄永图眼中的值得另眼相看的女子。事情还是得从陈义凯说起，他是个精明的商业谈判高手，也是政界熟面孔。他原本是来找蔡佩如麻烦的，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不爽，他的客户被黄瑞达抢走了。问题是蔡佩如根本不甩他，他不但把他的话挡回去，还警告他别用这种阴险的傲步对付瑞达。他不怕你陈义凯，也不怕你背后有谁罩你。这句话却意外的让另外一个老派人物听到了。到底是谁在听墙角？这么刚好又这么巧，这个偷听的男人就是黄永图。谁是黄永图？老一辈的政坛的实力派人物，年轻的时候新闻版面他占一半，老了以后则退居幕后，对外孙黄瑞达疼爱有加。他对所有接近瑞达的人都有戒心超高，尤其是女朋友这种角色，那简直就是用放大镜来检视。但这一次，他不但没有断然的否定佩如，反而在他回怼陈义凯之后，主动找他聊天。这互动一开始看起来只是寒暄几句，但眼尖的观众应该能够感受到黄永图的眼神有变，他对这个年轻的女子的态度从怀疑到转成好奇，再变成了欣赏。这个转变真的只是因为他敢呛陈义凯，还是他说中了某个老男人心当中深藏的痛呢？黄永图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他当年打遍政坛无敌手，但退下来之后，看到晚辈一个个或者是庸碌，或者是虚伪，他心里面是焦躁的。他不说，但谁能够知道他眼中的未来？没几个人能够入他的眼。黄瑞达是他的希望，但就怕这孩子太过单纯，遇上坏人吃亏。而这个蔡佩如，他第一眼他觉得太过火爆，不像淑女，但后来一听他开口反击，立场分明。黄永图突然想起了一件旧事，当年他有一个部属，说话一样直，做事一样拼，最后还为他挡下了一场政变。那个人后来怎么样？已经不在人世，而佩如的身上好像有那个人当年的影子。他突然明白，这不是在看孙媳妇，而是在看当年的自己。但佩如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打动了这个外公级的观察者，还是一切只是一场精准的人设对局？有趣的是，陈义凯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他以为自己走了之后，蔡佩如会被黄永图请去喝茶，结果是两个人聊起来了，还越聊越开心。这情况像不像职场里面你刚呛完主管，结果老板刚好经过，回头还夸你年轻人有胆识？有时候这世界运转的逻辑真的不是靠小聪明在撑场面，而是靠人性共鸣的转局势。而佩如的直白不但没让他被排挤，反而吸引了那个曾经什么
局都能掌控的黄永图，但黄永图真的这么容易被感动？他真的只是单纯的欣赏佩如，或许他背后还藏着更复杂的打算。回顾这几年，华语区不少的影视剧都爱玩这种跨世代的对峙、理解跟转变的桥段，像《熟女养成记》当中，陈嘉玲跟妈妈、外婆的关系就是一开始对立，后来彼此接纳。《茶经》里面，女主角要对抗老派男性的偏见，靠的不是撒娇，而是实力。连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都在讲一个现代的媳妇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转变传统的家庭观念。这些角色为什么能让观众买单？因为他们不像传统偶像剧那样靠颜值，而是靠性格、靠立场、靠真诚。但问题来了，佩如这一种强势进攻型的角色放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能被长辈接受吗？还是其实只有剧本会给他们这样的胜利？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当中的趣味点。想象一下，一个退休的政坛老大，原本每天喝茶看报，偶尔插手孙子的感情问题，结果被一个女孩三言两语敲醒了。黄永图在这一场互动当中，虽然没有表现得太激动，但是他那眼神从高高在上变成了有点福气，再转成想再听多点，观众都看在眼里。那画面就像是在看一只老虎遇到小猫，不但没有咬，反而舔了一下胡子，然后自己默默地笑出来。是不是有点像你爷爷遇上了新时代的蔡闺女，虽然嘴巴硬，心里面却偷偷的佩服现在的女孩有种？但这份佩服是单纯的欣赏后辈，还是某种心理的补偿呢？说到这里，真相终于要揭晓了。黄永图会转变，并不只是因为蔡佩如说话有胆识，而是因为他替他说出来了多年来心中的一句话。那句话不是对陈继凯说的，而是对这个世界说的：不要再用傲步伤害有理想的人。黄永图一辈子玩政治，见过太多的明争暗斗，他知道瑞达是正直的孩子，也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正直的人反而容易吃亏。佩如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面讲话，他是站在行动派的位置，愿意冲，愿意扛，这才让黄永图感动。而关键的是，佩如没有任何的取悦长辈的表现，他不是为了讨好谁才讲那些话，他就是他自己。这种不做作的真诚，反而击中了最难搞的长辈心理防线。黄永图心想，这个女孩能挺得住风雨，也许真的可以陪瑞达走下去。于是他没有直接表态，却在之后悄悄地对身边人说：那女孩我看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关系经营其实并不靠送礼拍马屁，而是靠在关键时刻说出对的话。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真正有力量的不是表演出来的温柔，而是带着风雨也不改初衷的坚定。佩如用一场打怪式的对话化解了对他心存戒心的外公。他没有策略，没有剧本，只是一个我就是我的姿态，这份真最动人。四句古诗为你总结今天的故事：不惧强权，雨最风，一语击中万重风。老眼忽开知己线，原来真诚最动容。如果你喜欢这种故事层层翻转、高潮迭起的内容，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我们下期会带来更精彩的内容。阿峰祝大家平安、快乐、吉祥。